Hello， 大家！自从咱們家的這個冬瓜大豐收以後啊，我們評論區呼聲最高的是要讓我做陰冬瓜。我查了一下，這個陰冬瓜呢，它不僅可以大量的消耗冬瓜，而且它易於保存。它做完了以後呢，它的料理方式也非常多，也非常的好吃。但是它有一個原料，非常重要的原料叫豆粕，也叫豆曲。這個東西呢，我從來沒有聽說過，它是一種黃豆的發酵製品。那我呢就去咱們这周圍的華人超市各種轉，然後就沒有這個東西，就找不到這個東西。所以我查了一下，這個豆曲英文叫 soybean meal， 在美國這個 soybean meal 是飼料，就是動物的飼料，咱也不敢買呀，這種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一個東西。然後我就查了一下呢，就還有一個東西叫米曲。這個米曲呢，它是可以在這個購物平台上買到，是可以人吃的。所以我就想請教一下，各位專業的各位，做過陰冬瓜的各位，就這個所謂的米曲和這個 soybean meal 美式飼料這兩個東西，哪一個是我可以用來做陰冬瓜的？如果可以替代這個豆曲，我明天就把它買來，咱們就把這個陰冬瓜提上日程。我的這個 Revive 回春油馬上就要用完了，現在拎起來非常的輕啊，所以我現在用的时候都非常的小心，每次按的时候都心在滴血。因為前幾天我那個好朋友祖迷路小姐不是來我們家嗎？她用了我的 Revive 回春油，她覺得特別好用。因為洛杉磯也非常的乾燥，我原來在洛杉矶待了10幾年，也覺得非常的乾燥，所以我就把我在 Revive 年終大促囤的貨送給他了。本來我想把那個洗面奶也送給他，但是洗面奶它太大支了，125毫升，就很容易被機场扣下，所以我现在就沒有存貨了。我不知道姐妹們是不是和我一樣，就遇到喜歡的護膚品，如果沒有存貨了，就非常的緊張，就非常的心慌，因為我這水潤彈嫩的肌膚不能停，是不是？你看我用完這 Revive 回春油，這臉真的是很滋潤很彈哎，就感覺就是砰起來，本來我腦門就大，就現在這個感覺就更加的亮堂，有沒有？所以我打算這幾天去線下去逛一逛。其實 Revive 在很多的大型的百貨商場都有專櫃啊，比如說 Neiman Marcus、Saks、第5大道，還有 Nordstrom 都有專櫃。我覺得咱們現在就是習慣網購了，尤其是我習慣網購了。但是其實線下購物的樂趣就是你如果能碰到一個非常好的櫃姐的話，你能薅到非常多的羊毛，拿到非常多的小樣。尤其我現在看 Nordstrom 正好有 Revive 的75折扣。所以我打算這幾天呢，就把我們家周圍的這幾個百貨商場去逛一逛，看看這個 Revive 專櫃它的在這些大的商場裡面有沒有更好的 deal。要是能遇到一個神仙櫃姐，我就能拿到非常多的小樣，非常多的試用裝。我然後下次旅行出門，我就不用拿着正裝了，就可以拿一些小包装了。與此同時，還可以有機會嘗試一下沒有嘗試過的一些產品啊。那今天呢，由於我們還沒有把這個米曲和這個 soybean meal 的這個事兒弄明白哈，那我們今天做的冬瓜料理呢，就是冬瓜盅。這個冬瓜盅啊，我看網上做有2種方法，一種呢是把這個底整個切掉，讓它成一個通透的桶狀，把裡邊這個瓤挖掉以後，把這個底下這個平的放在砂鍋上，使勁把它燒熱，它粘在砂鍋上，讓它成為一個鍋，裡邊加上湯，再煮火鍋。還有一種呢，就是用這個冬瓜作為一個碗，作為一個鍋來用，就是它的底還在，把料加到裡邊，隔水蒸2個小時。這是2種做法，所以我們今天呢打算嘗試第2種做法，就是把它當成一個鍋，然後整個隔水蒸。畢竟咱們這個大同電鍋有高蓋兒，對不對？咱就把它合理的利用上。不是所有人都有這個哦。我看網上說，就是這個冬瓜盅啊，最好是選那種綠皮的冬瓜，因為那個綠皮的冬瓜呢，它的皮比較厚，所以它在蒸煮的過程当中呢，比較耐蒸。咱们這個嫩的冬瓜呢，我已經把它掏空了，希望在蒸的過程當中它不要漏底兒。第一步，我們先給它切個花邊吧，整點沒用的。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切這麼一個花邊， but anyways， 我們就給它顯示一下我的刀工吧。
雖然它這也沒有顯示到什麼刀工吧，但是我看所有的大廚都切這麼個邊兒。可以賣貴點，切這邊。就因為有了這個邊兒，它是可以翻倍賣的，對不对？对，正常賣80美元，有这个邊兒就賣180美元。对，我們今天做這個冬瓜盅可是超級豪華版，是按照佛跳牆標準做的哦。你看我準備了什麼？小鮑魚、瑤柱、響螺、海參，我最愛的花椒，還有羊肚菌。很難想象這一鍋得多鮮。我這裡邊我不加火腿，不加肉，就只有這些海鮮。我為了這個冬瓜盅，從昨天就開始泡，就開始搞這些乾貨。其實夏天多吃冬瓜也還行，也沒覺得吃膩哈。咱們這幾天天天基本上隔天就吃次冬瓜，也還行。畢竟這個冬瓜料理的方式非常多，所以就是也不會說吃膩，它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味道。所以就是怎麼做，你只要怎麼做，它就是啥味兒。冬瓜就跟白菜似的。冬瓜就跟白菜一樣，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味道，但是呢，就大家都愛吃，怎麼做都好吃。我們的花邊就切完了啊，就是非常粗糙的花邊，但是它也是有花邊的，就能要上架去了。我們把這切下來的花邊皮削了，繼續丟進去，我們不要浪費啊，把皮切了。其實這裡邊要放點什麼瘦肉啊、火腿呀、排骨啊、蝦呀，也都挺好。最近北美圈就是關於這個肌酸，大家有沒有聽說過肌酸這個東西？是不是一想說到肌酸，大家都覺得是健身的人吃的？但是最近好像北美特別流行吃肌酸，就是說，尤其是女性，不管你健不健身，都應該補充肌酸，因為它對你的大腦也會有好處。我最近有在吃，等我這個東西要吃一段時間才能感覺到就是有作用。等我試驗完了，拿我自己試驗完了，再給大家分享這個肌酸吃的感覺怎麼樣。好，我們把那點冬瓜弄進去以後呢，我們把這些料啊，我們也丟進去，響螺片兒丟進去，小鮑魚丟進去。海參超厚的，海參的這肉超級無敵厚，看。然後我最愛的花椒也丟進去，我們的瑤柱這個超級鮮，我泡它泡水的那個出來那個水都是超級無敵鮮的。然後我們把羊肚菌也塞進去，嚯！然後我們來放我泡瑤柱的這個水啊，這個水非常的鮮美，千萬不要浪費，把它倒進去，然後再加一點。我那天做蛤蜊，我們那天買了非常品質非常好的新鮮的蛤蜊，所以它做出來的蒸出來煮出來的那個水非常的鮮美，我就把它留起來了。因為我這個湯我留了2碗，因為我還想要做我們青島的芸豆蛤蜊打滷麵。這一碗呢，我就把它倒進去。雖然這裡邊沒有蛤蜊，但是呢，也可以有蛤蜊的鮮甜在裡面。最後的最後，我們往裡撒上一把蟲草花，讓它到裡面。大同電鍋裡面呢，我放了我的這個蒸架，還有一個盤子。這個蒸架呢是為了把它墊高，然後可以往裡多加一點水。這個盤子呢是以免它漏底兒。這麼放進來，然後我們往裡加水。在大同電鍋裡面，我現在放了這個2杯的水，放了4杯。我覺得我的這個冬瓜呢比較嫩一點，所以我覺得蒸個1個半小時就夠了。我們先來蒸1個小時，然後看看情況。我們打開蓋兒看看情況，再來酌情看看要不要再加2杯水。我們現在就把我們的高蓋兒蓋上，電源插上，用我們的電鍋來蒸這個冬瓜盅。我們這個冬瓜盅現在已經蒸了1個小時了，我們現在把它打開看一下。哇哦，好香啊！把這個蟲草花往下壓一壓，喲，感覺好像很不錯的樣子喲。我決定再加2杯水，我們繼續讓它蒸一下。然後我們來做其他的菜。今天呢，我們做一個蒜苗炒臘肉，我自己做的臘肉，松花蛋炒紅莧菜苗，在這裡。然後再做一個醋溜荷包蛋。我最近因為這不健身比較猛嘛，所以就是蛋白質吃的比較多，所以我們做一個
醋溜荷包蛋，特别下饭的一个菜，我最近特别爱吃。那我们先来把这个乌鸡蛋来煎成荷包蛋。我特别爱吃乌鸡蛋，我觉得乌鸡蛋比普通的鸡蛋吃起来要好吃，就 blue egg。然后这次买的特别小，所以我们这个醋溜荷包蛋，我们来做6个。鸡蛋是非常好的蛋白质来源。几十年前不知道是谁说这个鸡蛋黄会影响胆固醇，但是现在的研究呢表示它的是一个全营养的蛋白质来源，它的蛋黄并不会影响胆固醇，所以我们的这个健康理念还是要实时更新的哈。我们把6个蛋都给它双面煎成荷包蛋，煎完了以后给它剪成4瓣，这样比较好入味儿。现在我们来炒菜，油锅也不用刷，就稍微喷一丢丢的油就可以了，因为我们的煎蛋的时候里面其實已經有足夠多的油了，就是稍微潤一下鍋，噴點油就行。等鍋熱了以後呢，我們要往裡放一點蒜，爆一下鍋啊。蒜爆香以後，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荷包蛋丟進去了。給它鋪平以後呢，我們往裡加一點醬油，我們用的是這個瑞春醬油啊，所以它其實是有那麼一丟丟的甜味兒的，所以我就不加糖了。如果喜歡吃糖的朋友，可以加一丟丟糖。然後我們稍微給它拌勻。最近非常愛用這個京松辣椒醬。這辣椒醬呢，我為什麼愛吃它？因為它不甜，然後又夠辣，然後它有非常重的醬香味兒。我們也加一丟丟進來。我們的瑞春醬油和這個辣椒醬都是需要把它放在冰箱裡的喲。攪拌均勻，把醬油和辣椒醬攪拌均勻，我們倒入大量的蔥絲，給它炒香以後。我們就要放最重要的主角陳醋。我們在這個鍋邊拎一點陳醋進去，然後我們給它攪拌一下，讓這個鍋的熱氣呢激發一下這個醋的香氣。當然，你如果放乾辣椒也可以啊，我這次放的是辣椒醬。下一個菜，我們來炒紅莧菜苗。這個我們要稍微多噴一點點油，因為我們要炒一下皮蛋哦。皮蛋我們每一面給它稍微過一下油，我們把蒜片放進去，爆香。蒜片爆香以後，我們往裡放紅莧菜。那炒一炒，加熱一下就消失了。現在多一點沒有關係。會，把它塞進去。這種葉子類的菜，只要一加熱，它就很快就會變小、縮水。因為這個很快就熟嘛，所以我們現在就是給它加入我們的蒜鹽，再給它攪拌。最後一個菜，我們來炒臘肉啊。這個鍋裡邊也不需要放油，因為我們的臘肉比較肥，我們就直接乾鍋給它臘肉鋪平，讓它慢慢的把油脂逼出來。我們的臘肉呢煸成透明的以後，我們往裡加乾豆豉和乾辣椒。豆豉和乾辣椒煸香以後，我們再把蒜苗丟進去，稍微的翻拌一下呢，我們就撒一丟丟的鹽就可以了。因為臘肉呢它本身是有一點鹹味的，我做的時候沒有特別鹹，但是它是有一點鹹味的。其實呢就是給這個蒜苗稍微加一點鹽味，一丟丟就可以。然後稍微拌一下，翻拌一下就可以出鍋了。因為我覺得這個蒜苗還是讓它硬挺一點，就不要炒得太軟，它才比較好吃。好，出鍋。來嘛，我們的冬瓜盅啊是今天的重頭戲。大概看一下，哇，還不錯哎，看着。我在想我怎麼把它拿出來呢？我說把這個瓜拿出來嗎？你會弄壞的。
這個瓜呀已經軟了，我覺得我拿這個瓜肯定不行，因為它肯定底儿就掉了，所以我決定把裡邊那個盘兒給拿出来。但裡邊這個盘儿怎麼拿出來呢？我決定不拿它了。我们为什麼要拿它呢？我們直接把大同電鍋端上桌，然後呢拿勺直接盛湯就行了。那這個我們的這個冬瓜盅呢，因為還沒有調味兒，雖然裡面有蛤蜊湯，非常的鮮美，那我可以在上面撒點白胡椒，還有一丟丟的鹽。這鹽可放可不放，因為裡邊全部都是海鮮，都有海味兒。不放鹽了，我們少吃點鹽，放點白胡椒就行了。靈魂白胡椒。好，我們直接把它端上桌。還做了2個小涼菜啊，一個是涼拌紫甘藍，還有我們的萬年不變的餐桌每天都要有的自己發的西蘭花芽苗。這個是醋溜荷包蛋，這個紅莧菜雖然不好看，但是它非常的有營養哦。這個呢是蒜苗炒臘肉。為了這個冬瓜盅，咱整了這麼一桌菜，咱必須得喝點高粱。我們兩個已經好久沒喝高粱了，喝點酒吧。可能就上次喝了1次吧，就是前一段時間。就剩一點了也，少喝點，少喝点。这个太少了。少吗？够我一口的呢。不夠你一口的嘛，你就別吹牛逼了。冬瓜盅的精華的湯，我們往外盛一盛。看着很牛逼的樣子。非常牛逼。你說它這個冬瓜這個篦還能吃嗎？就是要吃這個篦。也要吃這個篦。你看這冬瓜，你就可以挖下來吃，還蠻有意思的啊、哦。盛着盛着，把碗也都給盛了。來嘛，咱們的冬瓜版的佛跳牆哈，嘗一下吧，富貴兒。嘗一下。嘗一下這湯，主要是。哇，好鮮啊！對，它既有冬瓜的那個鮮味兒，還有這個海鮮，各種海鮮。哇，天哪，這個主要是你知道，我還往裡加了咱們那個蛤蜊的那個湯。我完全一點都沒有加鹽，我覺得完全足夠。哇，太好喝了，太鮮了這個。以後用這個做佛跳牆也挺好。這個過年的時候放這麼一鍋上來也挺漂亮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今天還要跟大家說一個什麼呢？咱們這個芽苗菜又研製出了新的吃法啊！這個不是我研製的，是上涵給我推薦的。就我發芽苗菜的那個視頻底下留言，他說用海苔包着吃非常好吃。我昨天就突然想起來了，然後試了一下，絕好吃，超級無敵好吃。因為它是海苔裡邊它有橄欖油嘛，然後又有鹽，就是簡單的把這個芽苗放在上面吃就行。你試試，特別好吃，是不是？好吃吧？好吃。我也覺得好吃。我覺得這種包着，然後呢又有味道，又健康，又不無聊吃着。大家可以試試。要買這種帶海鹽的橄欖油的這個海苔，無添加，它這一袋才25千卡的熱量。我不是最近在減肥嗎？我昨天晚上就吃的一盒這個加芽苗菜，也吃的非常滿足，也很開心。所以我覺得咱們的觀眾真的是人才太多了，給了我很多很好的建議，很寶貴的建議，分享給大家。也希望知道怎麼做這個陰冬瓜的朋友，來告訴我，我在今天這個節目一開始提到的這個問題哈，這個米曲和這個 soybean meal 是不是可以用來做陰冬瓜？如果可以的話，我們下一期就做陰冬瓜。來喝一個吧，太成功了，今天這個。乾了嗎？喝都喝還不乾了。來都來了。好喝。好久沒喝了，好久沒喝高粱了，再喝還是很好喝的。哎，我們的醋溜荷包蛋啊，這個是我最近非常愛吃的，非常的下飯。它的醋是關鍵，它就沿着鍋邊拎一圈，非常非常的香。它不會說酸，但是它的醋香味會非常的濃，很好吃。這烏雞蛋是我早上起來搶來的。烏雞蛋，對，這烏雞蛋是富貴早上去農場搶的。這烏雞蛋也是每人限2盒。雞蛋也是每人限2盒在那農場，但是呢，它還不是純無雞蛋，它不是純無雞蛋，它有 blue egg，
它有蓝色皮兒的，有紅色皮兒的，有那个棕色皮儿的，还有白色皮儿的，就它是一个混合装的蛋。这是我攒出的一盒无鸡蛋。对，因为我爱吃无鸡蛋，我不爱吃别的颜色的蛋，我就爱吃无鸡蛋。过的什么日子呀？抢鸡蛋还得攒无鸡蛋。啥日子呀？这是红莧菜啊，红莧菜虽然我炒的黑黑的，但是这个对身体非常好。对，你能说说它为什么对身体好吗？里边有花青素啊，补血呀，补铁呀，然后加了这个你考我呢？没有，我就是请教你。你以为我跟你一样，只瞎逼说半天，然后不知道原因？我请教你一下，我不知道，我请教你一下。报复心太重了，我跟你讲，我真要是说不出来，他肯定这话茬就接上来了。这次不干了。为啥不干了？酒鬼本质出来了，就是好像在我手里就没有喝一半的酒的时候，你要不然就不喝，要喝就干了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其實咱們真的就是好長時間沒有喝酒了，但是呢，我們在咱們的節目裡邊，好像我們都是喝酒的。唯一喝的幾次都拍出來了。愛吃海苔的朋友，這芽苗菜配海苔真的好好吃。芽苗菜發起來啊，朋友們，對身體非常非常的好。它裡面的這個蘿蔔硫素對身體非常非常的好。我前一段時間有發，就怎麼在家發低成本發這個芽苗。我們家現在正好給大家顯擺一下。無時無刻都有芽苗，用那個 jar 那個梅森瓶發，用這個各種的器具發，就每天都吃，每天都來點。確實好。上次咱們吃那個肯德基的漢堡，自己加了點芽苗。我有一次不願做飯，我說吃點啥呀？然後說乾脆吃個肯德基的漢堡吧。然後我們就在裡邊2個棒中間加了一堆芽苗，就突然就覺得這個肯德基的這個漢堡還挺好吃的。我們裡邊還有海參呢，海參還沒盛出來呢。剛才你說春節的時候，也做過冬瓜盅，你這冬瓜留不到春節，春節就沒了，地裡就。對呀，是啊，但我沒說。我們之前買的那個活的阿拉斯加紅參，你看它那裡邊這個白的這個筋特別的厚，我覺得還挺好的。我就比乾的發的，因為乾的發海參我覺得太費勁了，就這種新鮮的我覺得還蠻好吃的。哇，這個電鍋還能把這個冬瓜盅給蒸出來，也挺厲害啊。但是就是這個電鍋能蒸這個冬瓜盅，必須要有包蓋。我一直以為電鍋只能做蒸蛋、煮白蛋呢。我們的電鍋用處可大了，待開發的菜項還多着呢。我們冬瓜系列的第3集今天就圓滿完成了，我們地裡還有5、6、7、8個冬瓜，還有在成長的小冬瓜。小冬瓜。行，就這樣吧。我們根據大家的留言，我們來決定下一次做不做陰冬瓜，好不好？謝謝大家，拜拜，愛你們。